这才过完新年，贵朵怎么就死了呢？皇上，高斌说贵朵是在加固山林房山红时，被山上滚落的大石砸中足的，也是可怜。唉，幸亏他留下了一本治水的册子，这样的人才，走了可惜啊。啊，对了，你叫李煜准备好1000两银子，就说是朕给他家里治丧的。是。贤妃被冤之事查得如何了？快有眉目了。查清楚了，有些人也可以处置了。皇上，今日春夜，皇额娘送给臣妾一把童子如意。皇娘苦心，盼着你与朕早天嫡子。今日呢，朕也备了一盒东海明珠给你。这明珠光辉，朕盼着闪耀中宫啊！明珠金贵，何况是一盒之数。臣妾想到采珠人的辛苦，也不敢枉受。朕知道你不喜奢华，可这明珠再珍贵，也比不上朕对你的心意啊！臣妾多谢皇上。李煜啊，把朕备下的迎春礼送给诸位嫔妃吧。是。多谢皇上。都坐下吧。皇上竟如此偏心，给皇后娘娘的是一整盒，给咱们的却只有1颗，到底是看中皇后娘娘？哟，这咱们的都是东海明珠。盛嫔的锦盒里面红红的是什么呀？盛嫔啊，朕送你的礼，你可认得？皇上，这是朱砂。皇上，朱砂有毒，您赐臣妾这个做什么？莫不是拿错了吧？这朱砂有毒，遇热出水银，最合你不过了。玉壶，你来说说。是。奴婢按皇上吩咐，追查当年仪嫔与梅嫔2位娘娘皇嗣被害之事。当日指证贤妃娘娘的小路子已死，小路子的兄弟从前伺候贤妃娘娘的小福子在瓮山铡草，小安子发落皇陵做苦役，奴婢派人去他们家乡查问，看到小福子与小安子家中很是富裕，盘问之下才知那些银子都是慎嫔拨的。皇上，臣妾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臣妾和小路子、小安子本就没什么来往，对他们家里的事情更是一无所知。奴婢去问过小安子，才知道当日说贤妃与他讨要朱砂之事，也是慎嫔嘱咐他做的。皇上，臣妾实在是冤枉。臣妾早就听说，小安子在慎刑司服役时哑了喉咙，再也不能说话了，如何能说他是臣妾指使的呢？阿若，本宫派人去看过慎刑司的记档，你和你宫里的人都无出入慎刑司的记录。你方才说跟小安子并无来往，那你如何得知他不能说话了？皇上，臣妾
臣妾只是听说。听谁说啊？说来听听。臣妾只是听说，至于是谁说的，臣妾早就忘了。比不得贤妃心思细腻，连慎刑司的记档都会拿出来查看。本宫当然要查。一个受冤之人，自然要为自己洗冤，求一个清白。慎嫔，你既然说你之前亲眼看到贤妃如何谋害梅嫔和宜嫔，那你自然记得清楚，不会忘记。今天朕要你再与朕说一遍当年的事到底如何，不许错一个字。当年，皇上，当年的事情太过恐怖，臣妾不敢去想，也不敢记得。臣妾只记得，贤妃在炭盆和鱼食里添了朱砂，至于细枝末节，臣妾早已经忘了。荒唐！当年你口口声声描述贤妃是如何害了我跟宜嫔的孩子，细枝末节，无一不明，为何今日却不能一一道来？皇上，此贱婢满口谎言，她一定有问题，皇上一定不能饶恕她。朕今日查问，就是要他说个清楚。皇上，当年苏炼带人搜查延禧宫，就是阿若兰下不给搜查寝殿，才惹人疑心。后来，便在贤妃寝殿妆台屉子底下，发现了沾染沉水香的朱砂，落实了贤妃的罪过。臣妾就一直在想，若这件事情真是贤妃所为，为何要将朱砂放在如此明显之处？倘若这件事情贤妃不知情，那么究竟有谁可以随意进出贤妃的寝殿，将朱砂放了这么久，以至于沾染了沉水香的气味都不被贤妃察觉？那只能是贤妃的近身侍婢了。看来除了慎嫔，也没有旁人能够做到了吧？当年言之凿凿，今日荒不择言。皇上，这慎嫔很是可疑呢。莫不是这些年贤妃在冷宫屡屡被害，也是慎嫔想要灭口？嘉嫔，你……皇上，那不是臣妾，不是臣妾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。慎嫔，你当年的告发，事关2位皇嗣的性命，如今又涉嫌在冷宫加害贤妃。今日你要是不说清楚，朕便让你尝尝方才赏你那些朱砂的滋味。你仔细掂量着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饶命，容臣妾再想想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阿若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弄来这么多的朱砂，买通那么多人设下陷阱冤害臣妾。臣妾想要知道的是谁在背后指使他。你看着本宫做什么？没想到你心性如此歹毒，竟然不顾自己家人的安危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，真是该死！我真没想到，原来是你害了我的孩儿！贱婢！好了，将慎嫔挪去养心殿偏殿，着人看着她，不许她死了。这……放开我，皇上！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！皇上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！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！今日家宴，朕原不该说这些，可朕看到皇后，便想起早夭的端惠太子，又想起梅嫔和宜嫔的孩子死得不明不白，朕不能不细问。皇上与臣妾为人父母，如何能不伤心？此事自然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只是今日天色已晚，有什么事情，皇上也等到明日再查吧。那朕先回养心殿了。
奉皇上。今天闹了这么一大出，看来皇上早就留仙招了。今夜怕是很多人睡不好觉了。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是该有个了结。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来了。让她进来。这。娘娘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过来了？臣妾心里有些害怕，万一阿若供出咱们什么？明明是慎嫔自己心性歹毒，谋害皇嗣，陷害贤妃，与旁人何干？是，本就是如此。可是娘娘，万一阿若供出咱们在冷宫谋害贤妃的事情，那自然不让他胡乱攀扯咱们。慎嫔的阿玛足了，但还有2个兄弟在。贵多一死，臣妾早早的让阿玛扣住了阿若的2个兄弟。你办得好。那冷宫的事情，阿若想认，就只能自己认了。那是自然了，最恨贤妃的就是阿若，除了她，没有其他人在沾手。那你还有什么不安心的？娘娘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歇着吧。是。苏烈，送一下贵妃。是。把这衣服给我换上！有罪的奴婢，不配穿这个。不，这不是本宫的衣服。李煜公公，本宫要求见皇上，转告皇上，本宫是冤枉的，真的是冤枉的。主，自己好好想想，做了什么，都谁做的？见了皇上，好好跟皇上回话。李煜公公，李煜公公，本宫是冤枉的，本宫要求见皇上。皇上，主儿，您可不能再糊涂了。贵妃娘娘让奴婢给您递个话，您的2个弟弟，索出人家现在仅剩的男丁，生死可就掌握在您的手里。贵妃，主儿，现在事情都出了，就看你想要保谁了。皇上一早就等着贤妃娘娘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贤妃坐。谢皇上。阿若，昨日朕留你脸面，还许你在偏殿住了一晚。如今只有朕和贤妃在，有什么话，你尽可说了吧。皇上恕罪，当年是臣妾冤枉了贤妃娘娘。这个朕知道。是臣妾偷拿了朱砂，害了皇子，陷害贤妃娘娘。还有那3个太监，也是臣妾收买指使的。阿若啊，你一个人能做什么？皇上和本宫心里有数。哪些事儿不是你做的，又是谁在背后指使的你？
好吧，说不说在你，只是谋害皇嗣是株连九族的重罪。你要是想一个人都揽了，本宫也拦不住你。贤妃问你的事情，你愿不愿意回答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朕再问你一件事情：贤妃在冷宫的饮食是谁放的砒霜？皇上，这个不是臣妾，真的不是臣妾。那是谁？心妍，你说。回皇上，奴婢平时服侍主日常，主做什么，奴婢不太清楚。但奴婢知道，主深以贤妃娘娘为恨，尤其是发现皇上有条帕子是贤妃娘娘的旧物，那时候主就说过，想要除掉贤妃娘娘。主您别怪我，这时候心妍只能说实话了。到了现在这时候，您做了什么，您还是自己认了吧，逃是逃不掉的。尔若，你的婢女都这么说了，你还不赶紧招了？贤妃在冷宫时，你为了要除掉她，你还做了些什么事情？是，冷宫里走水也好，闹蛇也好，都是臣妾做。你认得倒是利索，你就这么恨本宫吗？贤妃，我就是恨毒了你。明明我聪慧伶俐，事事为你着想，你却凡事都压着我。你明知皇上喜欢我，却一定要把我指婚出去。我得宠难道对你不好吗？你也多了一个帮衬，为什么一定要断了我的出头之路呢？朕喜欢你。这些年来，朕怎么待你，你心里还不明白吗？皇上从前是喜欢我的，才会在延禧宫的时候高看我，又收我做了嫔妃。哼，尔若啊，你太会妄自揣测朕的心思了。朕如何待你，你自己说与贤妃听。皇上，你背主求荣，自取其辱。说。这些年来，皇上从来没有宠幸过我。每回事情，我都是披着一袭薄毯跪在地上。每一个事情的夜晚皆是如此。皇上从来没有碰过我。贤妃，你以为你在冷宫的日子难过，我在外头的日子就好过吗？白天我是主，受尽了皇上的恩赏，可到了皇上身边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依旧是一个低贱的奴婢。可即便是这样，落在旁人眼里，我受尽了皇上的宠爱，所以我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嫉妒和嘲讽。贤妃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皇上才会如此待我，我怎能不恨？你如今觉得不甘心了吗？朕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皇上，从前在延禧宫的时候，您夸我机灵聪慧，我从慎刑司出来，您留我在身边。可是您却一直这样待我，这么多年了，臣妾心里不明白。与其如此，不如杀了我是个痛快。若不是朕留住你，这几年来，你早不知死在谁的手上了。那么谁能把贤妃的冤屈说个清楚，还她个清白呢？原来都是为了贤妃。皇上竟这样待臣妾对您的一片真心。真心？你那都是算计之心。
朕如何不能这么待你？皇上以为臣妾待您是算计之心，那后宫众人哪一个不是这样？为什么偏偏臣妾就要被皇上如此羞辱？朕知道很多人都想算计朕，但像你这样背主求荣、心狠毒辣的人，朕倒是第一次见。朕再问你一次，背后指使你的还有什么人？无人指使臣妾，全部都是臣妾自己做的。贤妃，你去书房等着朕，朕一会儿就过去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阿若，贤妃不在了，你可冷静下来，好好告诉朕，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人？皇上，朕问了阿若许久，怕他当着你的面不肯招权，但他还是说，这是他一个人做的。臣妾不相信他一个人可以做成这些事儿。朕知道你不相信阿若的话，朕也不信。可是朕总不能把后宫所有嫌疑的嫔妃都一一问罪，如此一来，只会乱了后宫。所以朕希望你明白，到阿若为止，再也没有别人了。如懿，朕首先是前朝的君主，然后才是后宫的君主，希望你能明白。皇上的用心，臣妾能明白。皇上与臣妾如此坦然，没有隔阂，能得皇上如此相待，臣妾也心安了。如懿，朕真的希望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再也没有隔阂。皇上，李煜查到阿若的2个兄弟都在高大人手里扣着。另外，奴婢那日在迎春家宴上说，小福子和小安子家人的银子都是阿若给的。再追查下去，那些银子都出自贵妃那儿，只是经了阿若的手。这些年，朕看阿若常常出入皇后的宫里，贵妃也一向很听皇后的话。这里面有没有皇后的事儿？皇上，您就算移了皇后娘娘，也不好再……朕知道，朕知道，皇后是朕的发妻，她与朕生了永莲，还有景色。她是个贤惠的女人，朕也希望这件事情和她无关。阿若现在还没有牵扯皇后，但是王后怕是难说。那就要她永远别开口了，将阿若废为庶人，由贤妃处置。是，那贵妃，
还没到动他的时候。你们出去。是。这碗汤是皇上赏你，喝完了，你的舌头就不会乱说话，也不会牵扯到其他人。主儿，李公公来了。奴才给2位主子请安。启禀贤主，皇上说阿若是您的奴婢，还是交给您来处置，也好告诫宫中的奴才们，不许欺凌被主。他人呢？正在院子里头跪着呢。只是阿若曾风言风语辱骂您，皇上吩咐灌了让他安静的药，他再也不能说话了。是哑了？是，阿若再也不能口出秽语辱骂贤主您了。那就是再也问不出什么了。本宫明白了，这是皇上的意思。也是，本来在这宫中不是问就能有真相的。贤主明慧。咱们主仆2人已经很久没像现在这样面对面好好说会话了。三宝，奴才在。拿把椅子。这。本宫原本想问问你，到底是谁让你陷害的本宫？也想问问你，得了你该得的了吗？只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什么也都问不出来了。说不出话了。你这样瞪着本宫，是不是在怨本宫？你怨本宫断了你的前路，毁了你的嫔妃梦？把手给我。多漂亮的指甲呀！是啊，养着指甲，戴着指套，过着由旁人伺候的日子，怎么还会想回到十指突突伺候本宫的时候呢？只是你把自己的后路断得一干二净，你怪不了旁人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咎由自取，自食其果。阿若啊，你从小陪着本宫长大，本宫视你为家人一般，本想赐你一份平淡踏实的日子，可是你非把本宫逼到这个地步，把你自己也逼到绝境。你知道这后宫，任何人陷害本宫，
本宫的心都不会这般痛。只是本宫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本宫心底扎着狠狠一刀的人会是你。你们都看着了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你们若好好当差，本宫自会好好待你。奴婢谨遵教诲，不敢心怀二念。那就好。三宝，送阿若去冷宫吧。这。珠儿，您吩咐的东西，奴婢给您带来了。这是泡了姜汁的忍冬花水，用这个水泡手治冻疮最好了。这样来年就不会再复发了。珠儿，冷宫里的人来禀报，说阿若上吊自尽了。皇上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皇上的意思就说是病死的，烧了便是。啊，对了，珠儿，海贵人的产期就在这几日了，怎么也没个动静？三宝，你去延禧宫问问。这。贤妃娘娘万安。伺候的太医都有谁？是太医院的许太医和李太医。不是一向都是姜太医吗？姜太医呢？御史来了使者，在驿馆里得了风寒，姜太医去医治了。贤主，产房血腥不详，您不能进去啊！贤主。哎，延禧宫的生孩子，这在烧人，谁挑的时辰？非深更半夜将人送走。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！我这心里不踏实。姜太医又不在，你去回禀皇上，求皇上找齐太医过来，是不可去。皇上您慢点，别着急啊，齐乳就快到了，海贵人一定会母子平安的。正殿已经掌灯了，不如您先去正殿静候佳音。使劲儿！加把劲儿，海兰，过来。生了，皇上，这是生了呀！朕的孩子当中，就属他的哭声最洪亮了。生了，是个阿哥。海兰，是个阿哥，海兰。我再换盆水啊！好，哎呀，稍等，热水擦干净啊！海兰，好，给。海兰，海兰，主，怎么了？贤妃娘娘，贵人服了催产药，血一直止不住，这恐怕……恐怕什么？你想法子？赶紧拿止血的白药，太医，赶紧给贵人服止血汤药啊！主，这可怎么办？海贵人现在流血不止，你们要是止不住海贵人的血，本宫就违你们誓本，听到没有？主，齐太医已经到了。
臣请贤妃娘娘。齐太医免礼。齐太医，海兰流血不止，现在又昏过去了，还请齐太医保住海兰。请娘娘放宽心吧，皇上已经嘱咐微臣了。请。是。脉象虚化无力。贤妃娘娘，海贵人乃元气攻心之象，这是源于催产药药性攻伐太甚，以致胎儿畸下，再兼之海贵人在孕前气血虚耗，元气不保，当务之急是要止血。这是定坤丹，要让海贵人含在口中，以固气之用。好。是。让海贵人含着。血止了，血止了。贤妃娘娘，请安心吧，海贵人的血止住了，只要每日按时服用定坤丹，还有止血药，应该没有大碍了。多谢齐太医救命之恩。那微臣告退了。把帕子给我。海贵人也无碍，您折腾一晚上了，也该回去歇歇了。没事儿，我陪着他。你去看着五阿哥，一步都不许离开。是。贤妃娘娘，里头情形如何了？皇上来了，一直在外面守着呢。皇上，来，皇上，海兰生了一个阿哥。好，哎，好啊，好。这是朕的第5个皇子。恭喜皇上！赏，延禧宫上上下下都赏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这孩子确实比寻常的孩子大了2圈，真是难为海贵人了。你看一张小脸，天圆地方的，多精神。这孩子长相端正，连哭声都这么洪亮，想必是个有福气的孩子。来，嬷嬷，好生照顾五阿哥。是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朕已经想好了。穆天子传说：“积其，则玉属也。”这“其”字，一般有珍奇之意。朕打算赐名五阿哥为永琪，如何？永琪，好名字。海兰是拼了性命生下这位阿哥，亏得齐太医及时赶到，才替海兰止住了血。多谢皇上。是啊，这海贵人呐，替朕生了一个好儿子，令朕的心情愉悦。朕打算晋他为嫔尉，赐封号为瑜，如何？臣妾替海兰多谢皇上。臣妾还想求皇上一个恩典。哦，说。玉嫔爱子心切，还恳请皇上不要将五阿哥送到协芳殿，留在玉嫔身边。朕正有此意。玉嫔出身低微，朕打算将永琪交由你抚养。如此一来，玉嫔也可时时相见。
臣妾和于嫔叩谢皇上隆恩。臣妾和海兰一定会照顾好五阿哥，不辜负皇上的期望。好，起来吧。李煜，奴才在。今晚伺候的太医，全部逐出宫外，永不录用，以惩无能之罪。奴才明白。卓儿，你慢着点。哎。卓儿，这天儿都快亮了，您别在这守着了。三宝啊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皇上遣了许太医和李太医出宫，你跟着他们，看看他们出宫之前跟谁来往。奴才立刻就去。去吧。这。贤主，怎么样了？贤主放心，主无恙，只是身体太虚弱，睡着了。贤主，你也回宫歇着吧。我没事儿，我陪着海兰，你去吧。是。哎呀，这昨个风的，于嫔的惨叫声，整个启祥宫都听见了。我以为她生得那么艰难，肯定母子不保了呢。这保不保的无所谓，但凡孕中肚子大的厉害的女子，哪个不是身上横纹，失了夫君欢心呢？何况于嫔产后失血，要生下一个也难了。啊，这于嫔运气好，生的是个儿子。左右皇上登基后生的第一个贵子是您生的，五阿哥比不上四阿哥，就是费了咱们先头一番力气，安排母族使者装病支走江雨斌，让许太医他们替于嫔生产。这太医们这次伺候的也太尽心了。珍淑姐姐，许太医来了。珠儿，奴婢先下去片刻。嗯。姑姑，许太医答应为奴婢诊治心悸，真是感谢您了。这诊金您先收着，奴婢得空来拿药。还提什么诊金呢？我在宫里的差事都没了。也好，您在宫里都辛苦半辈子了，这出宫安享晚年也是好的。也是，只要家里人都平安就好。这个您放心，您人好福气大，福泽子孙的。都照常收下了。收下了，不过许太医他们在宫里是留不住了。宫里留不住的太医，出去了也没什么用。是，奴婢明白。哎呦，五阿哥真可爱！哎，笑了笑了，贤主他笑了。玉嫔还睡着呢。贤主，您看五阿哥的脸色多红润啊！对呀，小嘴儿，可爱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哎呦，真乖。抱去给乳母吧。走，小心小心。
主，奴才见过徐太医，见过嘉嫔身边的真淑。嘉嫔，许太医见真淑做什么？奴才听说真淑有心悸的症候，不时许太医会给瞧瞧。可是，在宫里没有太医给宫女看病的规矩。既然许太医能给真淑看病，一定是得到了嘉嫔的照顾。这事儿会不会跟嘉嫔有关系？嘉嫔素来巴结皇后，和贵妃也是面和心不和。如果这事儿真跟嘉嫔有关，她也不是个省心的。那我们要不要接下那些太医们，向皇上告发嘉嫔？不必了。于嫔的坐胎药是谁动的手脚也没有查清楚，以至于她的胎儿过大，太医让她喝多些催产药也在所难免。皇上能治的罪，也就是一个用药不当。那也不能放过许太医他们。嘉嫔向来巴结皇后，要是这事儿真的跟嘉嫔有关系，那皇后娘娘会不会也有份儿？不管怀疑的是谁，只有一点疑心，毫无证据是没有用的。